Hello， 大家好，我是静。那今天的影片呢，我想和大家来做一期荐菊指南。荐是鉴赏的荐，菊是菊花的菊，鉴赏王菊花指南啊。王菊花我们都知道啊，又名王志安，是中共国央视所谓的调查记者，在 YouTube 上呢有100多万的订阅啊。那我为什么想要做这期节目呢？如果说你是我频道的老观众都知道，我是隔三差五的会出来捶打一下王菊花这个老奴才啊。那最近呢，我又发现啊，王菊花它这个小迷弟啊，也就是王菊花之流这一丘之貉这个队伍呢，是越发的壮大了。为了让这些海外的华裔啊，不要被这些中共国的老奴才迷惑心智啊，我觉得我是有必要隔三差五的出来捶打一下他们啊。那老观众都知道啊，我前天呢，我在我的 community 那边发起了一个问题，我就想问大家啊，在这个 YouTube 中文圈上有哪一些所谓的反共博主、时政类的博主是公开的支持过王菊花这个老奴才的啊？那我的观众朋友呢也非常的踊跃的参与啊，然后大家都把他们知道的名字都列举出来啊，然后名单呢是非常之长，有很多博主呢其实我都没有看过啊。那因为呢，我真的没有办法忍住那种生理性的不适去看这些中共国跑出来的这种体制内充满迂腐味道的老奴才的影片，实在是太难受了，也看不下去啊。那因此呢，我并没有去看他大部分小迷弟的影片啊。那今天呢，我就想来着重的讨论两类人啊。那一类呢是有公开支持过王菊花的，那另外一类呢是在中文圈对王菊花进行批判撕咬的时候保持沉默，保持客观中立的这些所谓的反贼啊。那我就会举两个代表性的人物吧。那一个呢是公开支持他的老周恒梅，另外一个呢是一直都保持沉默、客观中立、不表态的5月散人啊。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老周恒梅啊。老周恒梅呢，其实我在大概6、7个月之前的时候，也就是我刚做这个频道不久的时候，有做过2期影片去讨论他啊。那当时呢是引来了很多的菊花粉和老周的粉丝的抨击啊，把我喷的体无完肤啊，然后各种的黑我呀，然后说，哎呀，你有什么资格去评价老周？老周的影片是最高水准的，这个影片的质量在 YouTube 中文圈是无人能敌的。你有什么资格去评论他啊？那我想说的是呢，确实他的影片本身的质量是不错的。如果说你对做成 PPT 形式、正襟危坐、高谈阔论的这类影片感兴趣的话，那老周的影片真的是最佳的选择。非常多的数据，非常多的内容啊，是有理有据啊。他的观众是说，老周的影片质量高，是因为他每一个话都是有数据支撑、有历史支撑的，是有理有据的啊，非常非常的专业啊。然后再加上呢，老周呢是这个 Stanford 毕业的 Computer Science， 那所以说呢，在中文圈上啊，就有很多人就特别的慕强，就特别的盲目的崇拜吧。可能普通人都是有慕强心理的，都觉得哇，一个 Stanford 的高材生现在出来反共了，肯定就有很多人把他当作意见领袖去崇拜，然后再加上华裔其实根据他这个文化的特征也是喜欢从众，也是喜欢寻找一个意见领袖的，就是华人的文化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特质啊。那所以说呢，老周呢他在 YouTube 上是有很多的崇拜者的，就有很多的铁粉的啊。那今天呢，我就不讨论他的影片，他的影片我也是高度认可的，质量是没得说啊。那我就想讨论一下他这个人的
人品。那很多人呢，他会把他影片和他这个人的品质混为一谈，会觉得啊，他只要影片做得好，他这个人做什么都是对的，往往会忽略了他作为一个人的人品，他是不是可以信赖的，他是不是一个虚伪的人，他是不是一个真诚的人啊？那首先呢，说到他的人品呢，我们就要从这个王菊花开始谈了。那几个月前呢，我做那2期影片呢，我的着重点是在于他帮王菊花出来洗白，说王菊花不是大外宣啊。那我们都知道 YouTube 中文圈呢一直有一个疑问，大家都在怀疑说王菊花他到底是不是中共安插在海外的大外宣，故意出来搅浑水的啊。那其实呢，我经过这几个月的观察和思考，我觉得王菊花他现在对中共来说，他是不是大外宣，他这个身份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看他做了什么，他的实际行动啊，就是说他做了很多的影片，他有很多的表态啊，我们可以通过他大量的影片去剖析他这个人的一个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啊。那通过过去王菊花在他的影片当中大量的表态和大量的言论，我们可以总结出王菊花他是不是中共的大外宣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做的事情，他做的影片，他做的影片就是在小骂大帮忙，他的价值观，他那满身腐朽老奴才翘首以待中共收编或者是招安的那一个姿态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啊。譬如说他曾经公开表示过，他只是反习不反共的，他是非常赞同中共这个体制的啊。他之所以恨习呢，是因为他在习的这个体制上面没有得到好处，他被人家给挤出来了，所以说他恨的是别人有他没有，他没有办法在这个利益集团当中去分一杯羹啊，所以说他才跑到海外，然后来小骂大帮忙。他从始至终的目的都是回到体制内，享受他高人一等的中共国的优越的生活啊。你看他那个特别自以为是、特别高傲、特别目空一切的嘴脸，都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那所以说呢，他跑到海外来开这个频道，一方面呢是为了钱呢，当然他也需要生存呢。他吸粉100多万，他可以创造一个非常好的收入，过一个非常好的生活。那其次呢，还有一个最大的目的啊，其实呢他是为了积累很多的粉丝，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和中共去讨价还价。当他在海外在中文圈有一定的号召力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中共就不会把他当做一个翘首以待等待他们丢骨头的上家犬呢，就会把他当做一个有价值、有外宣作用的一个棋子了。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就会主动去联系王菊花这个老奴才啊。中共是非常的聪明的，他是非常的擅长去利用这些海外的或者是台湾的呀有影响力的人啊，来帮他们做这个统战啊外宣的工作啊。那 YouTube 上呢，其实大外宣是非常之多啊。那可以确定的就有好几个，譬如说新加坡的特别多粉丝的，也有100多万订阅的这个小岛大浪吹啊，他就是越来越明显，已经明目张胆的显示他这个大外宣的特质了啊，已经不装了。他现在的影片呢，已经公开的为他们的200斤洗白呀，为中共国的经济唱多啊，诸如此类的，还顺便的黑一下新加坡，黑一下美国啊，他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做他的外宣工作啊。那王菊花呢，现在他的情况我们都不得而知啊，他到底有没有被中共给招安或者收编？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现在确确实实是在为中共做着一个这样的事，他或者已经被招安，或者在等待招安而已啊。那说回这个老周恒梅啊，老周恒梅呢他从始至终
都和王菊花是好朋友啊。他之前呢有帮王菊花做2期影片，然后去说王菊不是大外宣啊，然后还利用了大量的王菊花的影片来佐证啊，你看我有理有据啊，王菊就不是大外宣的啊。然后呢有一次王菊花来新加坡的时候，老周呢还特地去约见了王菊花，说从王大哥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多谢王大哥王菊的指点迷津，诸如此类的，就可见呢他是非常的崇拜王菊花这个人的啊，妥妥的王菊花小迷弟啊。我们都知道古话有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那所以说，只有在你价值观相同的情况下，你才可能和他作为朋友的啊。那说完这个，他之前帮王菊花洗白，他不是大外宣这个事情之后呢，那我当时有做影片的，他的粉丝呢的反驳点是说，老周太单纯了，他识人不深，他一定是被王菊花这个老狐狸给蒙蔽了，所以说才会做那2期影片啊。OK， 那我就当做他之前帮王菊花做的那2期，他不是大外宣的影片，是被王菊花给蒙蔽了。但是自从王菊花的家暴前妻的事件被曝光出来之后，你们知道老周恒梅在 Twitter 上又发了什么吗？他发了一个长文啊，文章是特别的义正言辞啊，他居然把王菊花家暴前妻的这个事实写作家庭内部的纠纷。他老周作为一个马来西亚人，在美国求学、美国工作过的一个华裔，我相信他是懂得什么叫做普世价值观，什么是法治社会啊，他应该比全部的中共国人都懂得这些东西啊。可是呢，他却说家暴是一个家庭纠纷呢，所以让大家不要再去攻击王菊了，这只是家庭内部的纠纷啊，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吧。我们这些外人没有资格去评价，没有资格去讨论啊。通过他这次发言，我就可以100%的断定，他和王菊花是一丘之貉，都是一类人。在这样大是大非的事情面前，他居然想把一个违法的行为，家暴不是家事，家暴是违法的事情，在任何的法治国家、现代文明的社会当中，家暴都不是家事，家暴是违法行为。所以当王菊花他这个有100多万订阅的前央视调查记者这样的一个公众人物被爆出来家暴前妻的时候，他居然好意思出来说这个是家庭事务，还恬不知耻的为他去洗白。我就想请问一下老周的支持者，你们真的想要去支持一个这样的价值观、这样的人品的博主吗？不管他学历多高，智商有多高，影片做得有多好，这个人的本质就是恶的、坏的。他自己也是有一个女儿，他自己也是有老婆的。那我就想让他换位思考一下，那如果哪一天他的女儿长大成人了，然后被他的老公家暴了，请问你老周恒梅会跳出来说这个是家庭纠纷，我们不应该讨论，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吗？我就希望老周恒梅换位思考一下啊。所以说他为了去帮王菊花洗白，去美化王菊花这个家暴的事件，真的是不遗余力啊，真的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啊。就是说你通过这2件事情，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清老周恒梅他这个人的一个品质啊。就是说他其实可能是把利益放到第一，或者是他就是和王菊花是一丘之貉，所以说他认同王菊花的言行，甚至家暴前妻这样的犯法的行为，他都觉得完全不是事儿啊。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呢，王菊花他的家暴前妻这个事件被曝光出来之后呢，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向他前妻道歉，也没有承认错误啊。然后最后呢，他在逼到没有
有办法的情况下，他出来发了一个长文啊，他的长文的内容是说他把家暴美化成肢体接触啊，他说他和李听有肢体上的接触，但是呢，他否认家暴啊。大家可以慢慢的品一下肢体接触啊，这就是王菊花他这个老奴才最阴险狡诈的地方，他非常的善于异变和妙变啊，他可以各种的文字游戏呀，来为自己开脱洗白，来混淆视听啊，所以说王菊花当他来到 YouTube 中文圈之后，他真的是一个巨大的搅屎棍，他把这个整个 YouTube 中文圈的这个生态和观众都已经搅浑了，他已经把这个烟雾弹丢出来了，他已经把海外华裔的心智蒙蔽了不少了啊，然后再加上他这个下面有这么多给他捧臭脚的其他的博主，譬如说有这个二爷故事啊，说中共国的前刑警也是王菊花的1号铁粉，还有这个徐晓东，徐晓东呢用王歪嘴的话说的是，他是大佬练哑铃的一个人呢，他就是说是一个武夫嘛，但是呢，他对于王菊花是特别的忠诚啊，然后家暴的事情一曝光出来之后呢，迅速的跳出来撕咬其他的博主，譬如说有王歪嘴啊，就是一切批评王菊花的人啊，他们就拼命的撕咬啊，他就像王菊花的一条恶狗一样啊，非常的凶猛啊，见人就咬啊。还有就是呢，这个老周恒梅和这个徐晓东可以说是王菊花在 YouTube 上的左右护法啊，然后就是一路为王菊花保驾护航的一文一武2位护法，短短的几年时间，王菊花他这个队伍就是越来越壮大了啊，我就觉得有一些绝望，我觉得反共之路啊真的是非常的漫长啊。那说回来呢，我个人呢，我之所以会决定去反共，并不是我觉得以我们的能力可以推翻中共这个邪教，我反共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翻墙出来的中国人能看到更多的真相，更多的事实，看到他们是如何被中共一步一步的洗脑，一步一步的控制住的。还有再来就是呢，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自己已经从那个大粪坑里面爬出来了，我移民到新加坡，我不希望我所在的国家，如今我的国家被中共这个邪教或者被一些违法乱纪的中共国人给污染了。我是想通过我的影片去警示更多的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就是一切海外的华裔对中共还抱有好感的那些华裔啊，仅此而已。我只是想保护我自己这1亩3分地而已。我并不觉得我们这些海外的反共人士可以真正的去推翻中共，能推翻中共的只有中国人自己。当全部的中国人都醒悟了，他们都站起来，齐心合力的，才可以推翻中共。我们这些海外反共人士其实只是去唤醒他们的而已啊，所以说我们是不可能实质上的去推翻中共他这个邪教组织的啊。那以上是我对这个老周恒梅的一些看法和支持王菊花之流的一个人群啊。那下面和大家来聊一下，在王菊花家暴事件被爆出来之后，有很多的博主呢是跳出来非常直言不讳的批判了王菊花，譬如说有这个大 V 男儿啊，男儿我是很喜欢的，我看他的影片是看了很多年的，他是为数不多我在 YouTube 上有订阅的。还有这个华夏奇闻异事的老李，他在他的小号上也是痛批了王菊花。然后再来就是王歪嘴王亚军啊，他对王菊花和王菊花之流的评价可以说是整个 YouTube 中文圈最贴切的
最犀利的啊，他说的是，但凡是把王菊花当人看的人，不是蠢就是坏。我是特别的赞同的啊！我看王歪嘴的影片呢，也是有好几年时间。他对中共和王菊花的评价，我是高度赞成的。可是呢，他对美国和川普的评价呢，有一些我是非常的不敢苟同啊。那以上这几位博主呢，是我所知道的，事发之后有第一时间做影片出来就是非常直接的批评王菊花的人啊。那其他的所谓的反共博主呢，比如说有很多的轮系的博主是全体都失声了，那我们就把轮系排除在外，我们就不讨论轮系的这些博主了啊。那我就想讨论一下没有批评王菊花，从始至终都保持所谓的中立或者不评价的博主，那就是五月散人。五月散人呢，他在 YouTube 上也是有30多万的订阅啊。他的频道呢，我是从一开始我就有订阅，一直有看的啊。那我刚开始非常喜欢看他的影片，是因为他的风格非常的轻松诙谐，好像和朋友聊天的那种风格。还有就是呢，他也是非常有语言魅力的。他讲话看似很随意，看似很轻松，其实他的语言水平是非常高的，他的表达能力也是非常的厉害的啊。他全部的影片呢都是一镜到底的，是没有任何的剪辑的，所以说是非常的牛啊。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呀，一镜到底一点都不牛，其实是非常的牛的。如果说你做博主的话，你就拍一个5分钟吧，你可以一镜到底，已经是非常之牛了。因为你要保证你一直很顺畅的、很流利的有逻辑的表达你的观点，而不是磕磕巴巴的啊。所以说呢，他的语言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表达能力也是非常棒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呢，他对中共这个体制和中共国的人性的了解，我也是非常的赞同的啊。就是他阐述的很多观点，我是非常的感同身受，因为我在中共国也都经历过，也都见过啊。那因此呢，我一开始也是非常喜欢看他的影片呢，几乎是每期都会看的。那我在煮饭的时候、做卫生的时候、健身的时候都会看他的影片啊。可是自从王菊花的家暴事件被爆出来，以及这个李老师不是李老师发这个李币的事件之后呢，我对五月散人的看法就有了一个质的转变啊。那我都知道啊，五月散人呢，其实他是有一些文人的清高在里面呢。他经常在他的影片当中呢，他会非常随意的、非常的不自觉的，偶尔去凡尔赛一下，去在那种无意当中去向观众展示他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譬如说，去展示他的财力呀，去展示他对中共这个有阶级化的社会的一个不为人知的认知啊。就譬如说，你看我混的这个层级啊，是上流社会啊，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姿态啊。其实呢，我是可以接受他偶尔装逼，偶尔凡尔赛一下，其实是很正常的，因为每个人都是有虚荣心的嘛，我觉得是非常的正常，我是可以理解的啊。可是呢，我无法接受也无法理解的是，当这个李老师发这个虚拟货币去收割他的粉丝的时候，和这个王菊花家暴事件被曝光出来之后，然后整个 YouTube 圈都开始相互撕咬，都开始批判王菊花的时候，很多人就希望他也出来聊一聊这个王菊花这个事件啊。可是呢，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做任何的影片，他只是在他的 community 那边有发过一段文字啊，说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想去惹一身骚，他没有兴趣去评价这些人，他觉得很 low 吧，然后他就不想去撕咬嘛，然后就把自己撇得很干净啊。可是呢，在我看来呢，他这种行为就像他自己在他的影片当中评价他们的小学博士是一样的。他经常评价小学博士他在国际事务上是一个骑墙磨蛋的一个态度啊。那散人呢，他在对王菊花的态度上
也是一个骑强磨淡的态度啊！我不知道他是真正的从内心深处是不屑评价，还是他不敢啊？那说实话，他居然敢跳出来公然的反共了，他反共的立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他也是支持台湾独立的。我觉得他这2个观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他的影片他讲述的内容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是我不明白的是啊，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在王菊花这个事件上，他就不敢出来表态啊？你不要说他有文人的清高，他不屑表态，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不敢表态啊。他都已经公开的去反共，公开的去羞辱、调侃他们当今圣上了，请问他有什么不敢，还有什么顾忌呢？那我想了一下啊，以中共国人的这种社交的心态和模式，我觉得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共国人的社交圈啊，就是说他不敢去评价王菊花，并不是他对王菊花没有任何的评价，而是他不敢，他不想得罪他啊。那说实话，他已经都润到日本了，然后他每一年在 YouTube 上靠反共也赚30-40万美金啊，然后再加上他还说嘛，他还有开了好多的包子铺啊，还有做各种的投资理财呀，那可想而知他的收入是非常之高的啊。那所以说他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下，他为什么还活得像一个典型的中共国人？还是有典型的中共国人的社交模式啊，然后就是不敢撕破脸，也不敢去真实的做自己啊，不敢去评价他所谓的同行啊。那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在这个王菊花的事情上，散人是显得有一点虚伪了，有一点既要又要了啊。还有其次就是他对这个李老师，不是倪老师发李币这个事件呢的看法，我也是不敢苟同的啊。然后他觉得收割粉丝是没有问题的，他觉得我们应该包容一点，李老师也要吃饭呐，他也要生活啊，他觉得这个收割是没有问题的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李老师打着反共的名义跑到海外来收割海外的中文圈的话，那他和中共的企业家又有什么区别呢？和中共的爱国人士靠吃爱国饭来收割粉丝又有什么区别呢？是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啊！我不是说你出来反共，你就要高风亮节，你就不可以赚钱。赚钱是可以，你靠 YouTube 上的广告分成，我觉得就够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搞一个什么虚拟货币出来收割人家呢？我就觉得这个是有一点过分了啊。那所以说呢，我通过以上这2个事件呢，我对散人的看法就改变了很多。我就觉得他并不是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样子，很简单的一个非常清高的文人的一个姿态啊。那如果说他真的是一个典型的文人的心态的话，那他也不会动不动在他的影片当中显示优越感去做各种的凡尔赛了啊。那说明呢，其实他私底下其实还是挺俗的一个人，他还是挺看重钱财的吧，挺看重利益的吧啊。那所以说呢，他是一边要显得很清高，很不在乎，然后呢，一边呢又做着想赚钱的一个姿势啊，那我就觉得他有一点虚伪了啊。那这是我个人的看法。那散人的影片呢，我现在偶尔还是会看一下啊，都是选择性的看一下啊。散人呢，他给我的印象并不讨厌啊。那我看有很多的人说他，哎呀，就是一个油腻的中年大叔嘛，其貌不扬。可是我觉得呢，看男性呢，并不是他的五官吧，我觉得是看一个整体的魅力值吧。他虽然说五官他不算上传统意义上的帅哥，可是呢，通过他的社会经验、他的语言魅力和穿衣打扮，他还是一个比较有魅力的中年大叔吧我就是对他也不讨厌啊。那我做这个影片呢，我并不是说想去批判他，我只是希望他少一点骑强磨淡，就是大大方方的去表达自己的喜好，因为你毕竟都已经润出来了嘛，那就去做一个真实一点的人，不要把中共国的人情世故和社交的那一套带到日本去，你说对不对？ OK， 好了，以上是今天的内容，我们下期见。
拜拜。